在小小的海鸥里面挖呀挖呀挖，挖大大的空间，装大大的家。嗨，朋友们，知道选车，我是彤彤。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想要买台10万以内的纯电车在城市代步，我们的选择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呢？像五菱缤果、领跑 T03 以及刚刚上市的比亚迪海鸥。那比亚迪海鸥这台车呢，其实是比亚迪目前最轻便、最小巧、最便宜的车型了。咱们赶紧看看它的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其实最初官方公布海鸥造型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这台小车它好像走的并不是 Q 萌可爱的路线，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实车，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啊。它用了很多平直的犀利的线条去强调它这台小车还蛮有运动感，还蛮酷的。包括我们看到前大灯的造型，你看这个眼神是不是挺犀利尖锐的？然后底下这个进气的结构，它延伸出来了2个小翅膀，去呼应海鸥这个名字啊。那再来到侧边，首先就是它有一根腰线，从我们的前侧轮眉上一直延伸到了后尾部，然后沿着整个车窗线，它都是一个上扬的造型，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种比较轻快的运动感。那另外这台车啊，它的轮毂造型我还蛮喜欢的，是这种5幅式的，有一些粗壮的这种金条啊。我觉得整体看上去呢是简洁大方，也和整车的这种运动感还挺搭的。另外咱们再来到尾部，可以看到它悬浮式的车顶搭配了一个帽檐式的扰流板啊。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么一套造型，你再加上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结构，很酷，但是又不会过于张扬的这种风格就呈现出来了。我觉得整体这样的风格有什么好处呢？就如果是一个男生，那我想要低调一点，我也想要买一台小车代步，又不想要 Q 萌的造型，那它就很适合你啊。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空间部分。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台小车来讲，它这个空间还是中规中矩的，给你掏了一个下沉的空间，但是不会太深，所以你日常的话呢，放一个人的行李箱，大的行李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想要稍微长途一点出行，放很大的物件很多的话呢，你就需要把这个后排座椅推倒了，去拓展一个空间。所以如果是4人满载的情况下呢，你就没有很多的空间去放行李了。那再来到这台车的轴距方面，其实也是这么一台小车的优势。通过我们的侧面你去看，肉眼去看，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台小车车长并不是优势，但是轴距相对来讲还挺长的。你看它前轮几乎顶着最前面的车头，然后后轮几乎是到达了后尾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么一台小型车它的空间乘坐方面有一定的信心啊。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的第2排的乘坐感受。可以看到，我1.7米的身高，前排是我一个非常正常的驾驶位。现在我们的腿部空间竟然有2拳左右的一个腿部空间，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香的。那坐到车里啊，咱们感受一下它整个的内饰设计。首先呢，它的颜色方面，咱们这台派尔车呢，它其实是用了一个有点发灰调的粉色和一个深黑色。这么一个拼接啊，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配色还是比较好看的，因为它没有饱和度很高啊，还是比较耐看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些，比方说呼应海洋主题的一些灰蓝色调，我觉得那个也还蛮好看的。那再来看一些细节部分，其实之前我们去体验缤果的时候，我就感觉，现在的小车做的真的是挺有设计感的，他们不会都很强调或者硬凹那种 Q 萌可爱的造型。那就像这台车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中控台面有点类似于海鸥翅膀延伸出来的那种弧线的一个造型啊，然后包括方向盘上依然是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尾鳍的造型，然后还有我们的门把手，它也是一个弧线的这么一个小抠手，然后整个的门板内侧也都是大面积的弧线去模拟海浪的效果。再包括我们这2台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它依然也是用很多圆弧的造型去呼应主题，所以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你喜欢吗？那另外再来到这台车的它的一些配置方面啊，
像这台我们的海鸥呢，它是全系标配了4个气囊哦，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个配置，因为作为咱们小车来讲，安全系数肯定还是排在第一位的。甭管好不好看啊，那像一般咱们7、8万左右的这种小型车来讲，很多就只给你配备了主副驾2个气囊，或者说更甚者，有的只给你主驾驶配1个气囊。顶配车型的话呢，还带有前排的侧气囊。我觉得对于顶配价格不到9万块钱的小车来讲，这点还是值得点个赞的。那另外还有其他的配置，比方说它全系标配了 ESP 车身稳定系统哦，然后以及快充，这个就更不用说了。那顶配版本我们还可以选装一些高阶的智能辅助驾驶，比方说车道偏离预警啊、主动刹车等等。那另外还有的一些舒适性配置，比方说无线充电啊、蓝牙钥匙、NFC 钥匙啊，还有咱们这个10.1英寸还能180度旋转的中控屏，这个也是很比亚迪的风格了。那这其中也是搭载着 D-Link 智能系统的，操作起来也是比较顺滑流畅。那咱们再来说一下它的价格和动力方面啊，这台车呢，目前它的售价区间是7.38万到8.98万元。那么全系呢是有2个版本的续航，CLTC 工况下分别是305和405公里。那同时这台车呢，它只有一个动力版本啊，是比亚迪自研的电机，能够提供55千瓦的最大功率，然后135牛米的最大扭矩。那么值得说的一点就是这台车它提供的最高时速是130公里每小时，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香的。它意味着其实你开它上高速的话不会成为移动路障。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开这种小车啊少上高速，就在城际上跑跑，城市通勤代代步什么的就挺好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台小车它还能支持到外放电，如果你真的心血来潮周末想要去郊外野炊啊、露营什么的，它也是可以提供一些舒适性的体验。所以总的来讲啊，我觉得这台小车呢，它在10万块钱以内，然后给你提供了5门4座，然后同时标配快充、4个安全气囊，以及更高的极速是130公里每小时，然后包括1平台3.0带来的更高的安全